有人按門鈴說要免費幫你鑑定家裡的舊硬幣、老酒、老手錶。這支影片講的就是這件事，從免費2個字開始，一步一步收到最後的那一整套流程。台灣長輩最容易從頭走到底。先給你一個數字，根據內政部警政署165打詐儀表板的統計，65歲以上的長輩被害的類型裡面，詐欺是最多的，佔了 20.25%， 成長的速度更值得注意。60到69歲這個年齡層，被害人數的增加幅度是 42.88%， 70歲以上是 43.62%， 而整體的增加幅度是 34.49%。你這個年紀的人跑在全體的前面。這支影片會把3件事講清楚。第一，這套流程怎麼走，從免費鑑定、演出發現高價品，到叫你自費請大師做2次鑑定，再一項一項收展覽費、宣傳費、圖錄費、上拍手續費，而東西永遠賣不掉。第二，老酒、老幣收購最常見的5種手法，以及為什麼有人上門說要收購，其實是來看你家地形的。第三，你自己一个人就做得到的自保动作，查商業登記，查統一編號，只找有實體店面的業者，一手交件一手現金，全程錄影，還有最硬的那一條，絕不先付任何費用。我先把結論放在最前面，你如果只記得一句，就記這一句。在收藏品這個圈子裡，凡是主動找上門，而且開口第一句是免費的，後面幾乎一定有一張賬單在等你，不是明天就是下個禮拜。免費2個字不是禮物，是門票，是他請你走進去的那道門。我先說一件事，你聽了可能會有點意外，這一行的人最喜歡的客人不是有錢人，有錢人身邊有律師、有會計師、有做這行的朋友，隨便問一句就穿幫了。他們最喜歡的是家裡剛好有一批老東西，但是從來沒有真正處理過老東西的人。你想想看，你這個年紀的人，家裡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父親留下來的那幾枚銀元，結婚的時候人家送的紀念幣，以前公司發的金幣，放在酒櫃最上層那2瓶捨不得開的酒，過年拿到的那些郵票，婆婆的舊戒指，這些東西有一個共同點，你知道它們有價值，但是你完全不知道它們值多少。這個中間的空白就是整件事發生的地方，因為你不知道，所以你需要一個人來告訴你，而那個要來告訴你的人，剛好就是最有動機騙你的人。這一點很殘忍，但你一定要看清楚。我知道有人會說，我又不笨，我不會被騙，我完全相信你不笨。可是這套流程厲害的地方，剛好就是它不需要你笨，它需要的是你家裡真的有一枚老硬幣，而且你真的不知道那枚硬幣值多少錢。只要這2個條件成立，剩下的他們會幫你補上。先講一個背景，你聽了心裡會有個底。根據內政部警政署165打詐儀表板的數字，今年7月上旬的那一周，也就是7月6日到7月12日這7天，全台受理的詐騙案件是3589件，財產損失超過20億元。一個禮拜20億元，20億元是多少錢？你可能沒感覺，我幫你換算一下。假設一個退休長輩1個月的生活費抓2萬元，20億元可以撐10萬個人1個月的生活。整個台灣一個禮拜被搬走10萬人1個月的飯錢。而且這裡面最大宗的那一項叫做假投資，那一周有609件，損失10億1064萬1000元。也就是說，一個禮拜被騙走的錢一半是投資類的。你可能覺得投資跟我沒關係，我又不買股票，不碰虛擬貨幣。我要跟你說，你家抽屜裡那一袋老硬幣，在他們眼裡就是一個投資標的。他們談的不是硬幣，是把你的東西變成錢的那個夢。那個夢的形狀跟股票、跟基金、跟虛擬貨幣是一模一樣的。好，我們現在把那套流程整個攤開來看。第一步叫做吊胃口。年輕人進了門，或者你被邀去他們的辦公室，他坐下來，先不急着看東西，他會先聊天，聊你退休幾年了，聊孩子在哪裡上班，聊你這房子住多久了。聊天不是浪費時間，聊天是在收集資料。你有沒有存款？你一個人住還是跟孩子住？你這個人好不好說話？這幾句話裡面就聽出來了。然後他戴上手套，拿出放大鏡。放大鏡這個東西很重要，不是因為他真的需要放大鏡，是因為你需要看到放大鏡。人一看到專業的工具，心裡的懷疑就會自己降下來一半。他把你的硬幣拿起來，對着光轉了2圈，
然後他不講話，停了大概5秒鐘。這5秒鐘是整套流程裡最貴的5秒鐘。他放下硬幣，抬頭看你一眼，語氣變了。他說：“阿姨，這個您先不要跟別人講。”然後他開始講一些你聽不太懂的話，什麼板別，什麼字口，什麼圓光。他講到一半停下來說：“這個我不敢亂講，但如果是我想的那一種，市場上的價錢會讓您嚇一跳。”你注意他的講法，他沒有講出一個明確的價，他只留下一句嚇一跳。留白是故意的，你的腦袋會自己去填那個空格，而且一定往高的填。這一刻你心裡有一個東西被打開了，不是貪心，是那種原來我這30年守着的舊東西是有價值的，那種被看見的感覺。我要講一句實話，這一整套流程真正在賣的不是鑑定服務，是這種感覺。那個年輕人臨走前會做2件事。第一，他會反覆交代你先不要跟別人講，說是怕消息走漏被人盯上，真正的原因是只要你去問一個懂行的朋友，這個局就破了。第二，他會留一張很體面的名片，然後說我們公司下周剛好有個徵集，我幫您排一個名額。名額多美的一個詞，好像是你賺到了。你注意到了嗎？到現在為止他1毛錢都還沒跟你要。這就是這套流程最漂亮的地方，前面完全免費，而且服務態度好到讓你不好意思。人是有一種本能的，收了人家的好，心裡就會過意不去，會想要回報，這叫做人情。台灣人的人情特別重，免費看了那麼久，跑了2趟，講了那麼多，最後要你出一筆不算大的錢，你怎麼好意思講不要？那一筆錢你不是在買鑑定報告，你是在還一個人情，只是那個人情從頭到尾都是設計出來的。第2步來了，收第1筆錢。過了幾天，電話打來，語氣比上次熱情很多。他說：“阿姨，好消息，我們初步看過了，很有機會。但是您也知道，這種等級的東西，我們公司自己說了不算，要送去給大師做2次鑑定，出一份正式的鑑定報告。有了報告，買家才敢出手。所謂鑑定報告，就是一張證明這個東西是真的，大概值多少錢的紙，聽起來很合理，對不對？”然後他說：“這個費用要您自己出，因為是您的東西，我們不能代付，法律上不允許。”你看，連法律上不允許這句話都幫他加分，聽起來好像很守規矩。這第1筆的金額通常抓得很聰明，不會大到讓你當場搖頭，也不會小到讓你覺得不痛不癢，它會停在一個剛剛好的位置上。你聽了會皺一下眉頭，心裡算一算，發現咬個牙還是拿得出來，痛但不到讓你回頭的程度。而你心裡那句嚇一跳還在，你會算一筆賬，付這一筆換一個看起來很大的機會，誰不划算？絕大多數人就是在這一步付出第1筆錢的，而這一步一旦跨過去，後面的事情就順了。為什麼順？因為人有一個天性，錢一旦付出去，你就不再是旁觀者了，你變成參與者，你會開始幫他找理由，會開始跟自己說，都花了，總要等結果。這在心理上叫做沉沒成本，白話講就是賠掉的錢會逼着你再賠更多，因為你捨不得承認前面那筆是白花的。第3步，收到底，鑑定報告來了，厚厚一本燙金封面，蓋着章，上面那個估價高到你自己都不敢相信。你翻着那本報告，手是有點抖的。然後他說：“恭喜您，接下來我們要幫您找買家了。找買家要做什麼？要參展，展覽有場地費。要宣傳，宣傳有廣告費，要進圖錄，圖錄就是拍賣會印的那本商品目錄，一頁多少錢？要上拍，上拍有手續費，先繳一部分，一項一項來，每一項都有一個看起來很正當的理由，而且不會一次跟你要一大筆，是1個月要一次，一次要1點，這次1點，下個月又1點，再下個月還有1點，每一次單獨看都還在你忍得下去的範圍裡，所以你每一次都付了。問題出在這種收法你根本感覺不到總數，錢是一筆一筆分開走的，你的心裡也就一筆一筆分開記。等到哪一天你把所有的匯款單，所有的收據攤在桌上，從頭排到尾，那一整排加起來的樣子才會讓你手心冒汗。那不是零用錢的等級，那是你省吃儉用存了很久的一塊，是你本來打算留給孫子的一塊，是你跟老伴本來可以安安穩穩過好幾年的那一塊。那東西賣掉了嗎？沒有，每一次都差一點。
這次買家臨時有事，這次市場行情不好，這次國外的藏家沒趕上，下一場一定可以。我要在這裡講一句最關鍵的話，是警方一再提醒的重點。正規的拍賣行在你的東西真的拍出去之前，不會先跟你收任何費用，不會先收鑑定費，不會先收展覽費，不會先收宣傳費，不會先收上拍手續費。他們的錢是東西賣掉之後從成交金額裡抽的，東西沒賣掉，他們沒錢賺。你把這一條記住，這一整支影片你就算沒白看。我再講白一點，正派的拍賣行是靠成交賺錢的，你的東西賣得越好，他抽得越多，所以他跟你是同一邊的。先收費用的那一種是靠收費賺錢的，你的東西賣不賣得掉跟他一點關係都沒有，因為他的錢早就進口袋了。你只要問自己一句話就好，這個人是等我賺到錢他才賺得到錢，還是我還沒賺到錢他就先賺走了？答案是後面那個，就轉身走人，不用吵，不用理論，不用問清楚，轉身走人就好。還有第二條一樣重要，凡是把你的東西估到遠遠高過市價，然後轉頭跟你收一大筆展覽費、宣傳費的，不管他公司多氣派，名片多漂亮，都要高度警覺。因為估價那本報告是不用成本的，同樣一張紙把數字寫得很高，跟老老實實寫印刷費一模一樣。他把數字寫高，只是為了讓你覺得後面那些費用很便宜。一個估得那麼高的東西，花一筆看起來相对小的錢去宣傳，聽起來很合理，對不對？問題是那個估價從頭到尾就不存在。我還要提醒你一個很容易被忽略的地方，在這整個過程裡面，你每付一次錢，通常都拿得到收據，上面有公司大章，項目寫得清清楚楚，展覽服務費、宣傳企劃費、圖錄制作費，看起來完全合法。因為在紙面上他們真的有提供服務，他們真的租了一個场地擺了3天，真的印了一本冊子，只是那個场地沒有買家會去，那本冊子沒有人會翻。服務有沒有做？做了。有沒有用？沒有用。這就是為什麼很多人到最後連要去告都很吃力，因為每一步都有紙、有章、有簽名，而且是你自己簽的。所以我才要一直講前面那一句，不要付第一筆，第一筆不付，你連寫那些收據的機會都不會給他。講完了電話跟登門這一種，我要講另外一種，場面更熱鬧也更難擋，就是攤位型的。你可能在哪裡看過，百貨公司的中庭，某個活動會場的一角，或者鄉鎮的活動中心，擺了幾張桌子，掛個布條，寫着老物件現場鑑定收購。你路過好奇就走過去看，這裡的手法不太一樣，前面那種是慢慢磨，這種是當场逼。你會發現攤位前面已經有人了，有一個看起來跟你差不多年紀的人正在跟師傅講話，旁邊還站着2-3個人，看起來像客人，其實不是。那2-3個人是安排好的，他們的工作只有一件，製造氣氛。你剛把東西拿出來，還沒開口，旁邊就有人湊過來說，這個我要，我出的價您一定滿意。另一個馬上接，我出的比他還高，我今天就要帶走。2個人開始搶，價錢一路往上疊，疊到一個你自己聽了都心跳加快的地步。其中一個說，算了算了，讓給你。然後那個人轉頭跟你說，阿姨，就這個價，現金，我現在就給您，但是您要先付一個什麼什麼費用，要不然我沒辦法拿。或者反過來，師傅跟你說，這位先生出到這個價了，可是要成交必須先做見證，見證費您現在付，我馬上幫您辦。你身邊那麼多人看着，你心跳很快，你腦子裡只有一句話，錯過就沒了。這5個字是這一行最鋒利的一把刀。我要跟你講一件事，真正值錢的東西不會怕你多想3天。一顆好的鑽石，一枚真的珍稀銀幣，你今天不賣，明天它還是一樣值錢，後天還是。市場不會因為你回家吃個飯就崩掉。所以凡是逼你當場決定的，不管理由多好聽，答案都是同一個，回家。回家不用付錢，你走出去，最壞的結果是少賺一筆虛構的錢，你留下來，最壞的結果是真的少一筆錢。而且你回家以後會發現一件很有意思的事，那個說今天就要帶走的買家，過了3天通常還在，他會打電話給你，語氣更急。真的急着要買東西的人不會追着你跑，追着你跑的是急着要你付錢的人。這一點你只要看懂了，你就再也不會在那種攤位前面掏錢。接下來我把老酒、
老畢這個圈子裡比較常見的5種手法，一次講給你聽。這是業界整理出來的說法，你聽過就有免疫力。第一種，超高價誘餌，他在網絡上、傳單上或者電話裡開一個明顯高過行情的價錢，一瓶老酒喊到遠遠超過市場上該有的行情，目的不是要用那個價買，是要把你調出來，等你把東西拿出去了，他再一項一項給你找理由往下砍。記住，價錢喊得越誇張，越不是好事。第二種，真假調包，這是最讓人難受的一種。他說要拿去裡面給師傅仔細看，或者說燈光不夠，要換個地方，你的東西離開你的視線了，3分鐘之後回來，東西還是那個東西，但已經不是你那一個了。老酒的瓶身標籤可以換，硬幣可以換，一枚長得很像的，你當下根本看不出來。所以只要記住一句話，你的東西不能離開你的眼睛。第三種，品相壓價術。品相這2個字是行話，就是東西的新舊狀況，保存的好不好。前面在電話裡說的好好的，價錢也講定了，你人到了，他開始挑，標籤有一點黃，瓶蓋有一點鏽，酒線下降了，盒子少一個角，一句一句往下砍，砍到最後，剩下的價錢跟當初講好的已經差了一大截。這時候你已經坐火車坐了2個小時，東西也帶來了，人也累了，多數人會想，算了，賣掉就好。這叫做把你的時間跟力氣變成他的議價籌碼。第4種，假機構。公司名字聽起來很唬人，名字裡塞滿國際、環球、典藏這類字眼的網頁做得很漂亮，辦公室在大樓、高樓層，牆上掛滿了照片跟獎牌，這些東西成本都不高。我講一個現實給你聽，租一間漂亮辦公室，1個月的錢可能還不到他從一個客人身上收到的第一筆。獎牌可以做，照片可以拍，網頁1個晚上就能上線。排場是這一行的成本項目，不是可信度的證明。你走進一個很气派的地方，心裡那句這麼大的公司應該不會騙我，正是他花錢買的東西。第5種，拖款不付。東西收走了，說3天匯款，3天到了，說會計出差，1個禮拜到了，說要走流程，1個月之後電話打不通，人也不在原來的地方，你手上什麼都沒有，連那個人姓什麼都不確定。這5種你聽出共同點了嗎？共同點是每一種的關鍵時刻都是你的東西或你的錢先離開了你，而你手上沒有拿到任何等值的東西。再來，我要講一個很多人沒想到的角度，上門收購還有另外一層風險。有媒體報道過，離島的小琉球那邊曾經傳出有來路不明的男子尾隨居民進到住家裡面，被質問的時候辯稱是要收購老酒、老幣。警方對這種情況的看法是，這有可能不是真的來收購，而是所謂的假收購真踩點。踩點這2個字，白話解釋一次，就是先來看地形，看你家門怎麼開，有沒有裝監視器，有沒有養狗，家裡幾個人，白天有沒有人在，貴重東西放在哪個房間，看完了記下來，過一陣子再說。所以你要想清楚一件事，當一個陌生人以鑑定為理由走進你家客廳，你不只是給他看了一枚硬幣，你等於帶他看了一遍你家的格局，也讓他知道了你家有值錢的東西，還讓他知道了平常只有你一個人在。我不是要你疑神疑鬼，也不是說每個按门鈴的人都是壞人，我是要你把順序改一下，不是先判斷他是好人還是壞人，再決定要不要開門，而是不管好人壞人，家門這一關本來就不該為陌生人打開，因為你沒有辦法在門口那30秒判斷一個人，沒有人可以，專業的刑警都不行。那遇到了要怎麼辦？我給你4句話，你可以貼在門邊。第一句，隔着门講就好，不開門，門一開，主客關係就變了，你變成主人，主人不好意思趕客人，這是台灣人的教養，而這份教養剛好會被利用。第2句，不要說家裡只有你一個人，就算真的只有你，也講一句，我兒子等一下就回來了。這句話不花錢，但很有用。第3句，不接東西，不簽名，不留電話，不管他遞什麼過來，傳單、名片、小禮物、一包面紙都不要接，你一接就有了下一次。你可能會覺得人家客客氣氣的，這樣會不會太沒禮貌？我跟你講，不會。真正做正經生意的人，被拒絕是家常便飯，他不會放在心上，轉頭就去下一家了。會因為你不開門就臉色一沉，就開始講一些讓你不舒服的話的人，本來就不是來做生意的。所以你這一句拒絕，其實還順便幫你做了一次篩選。
第4句，真的覺得怪，記下他的樣子，跟車牌，打電話給派出所。你不需要證明他是壞人，警察會處理，你只要負責讓自己站在安全的那一邊。好，我們來到最後一段。如果你家裡真的有一批老東西，你也真的想處理掉，那到底該怎麼做才不會出事？我給你一張清單，一共6條，你不用全記，記得起來的就記，記不起來就把這一段再聽一次。第1條，先查商業登記跟統一編號。統一編號就是每一家合法公司都有的那一組編號，白話講就是公司的身份證。這件事是可以自己查的，任何人都可以查，不必透過對方，也不需要懂法律。你只要拿到公司的名字或者統編，就查得到這家公司到底有沒有登記，登記在哪裡，什麼時候成立的，營業項目寫的是什麼。有一個小提醒，名片上印的公司名字跟他嘴巴上講的那個很氣派的名號未必是同一個。你要查的是名片上、收據上、契約上真正出現的那一個名字，因為只有那個名字將來才跟你手上的紙有關係。一家上禮拜才成立的公司跟你說他們是30年的老字號，這中間的落差你自己就看得出來。第2條，只找有實體店面的業者。實體店面很重要，不是因為有店面就一定好，而是有店面的人跑不掉，他的租金壓在那裡，招牌掛在那裡，街坊鄰居認得他，他要騙你，成本很高。一個只有手機號碼、只有社群賬號，約在咖啡廳談的人，明天就可以人間蒸發。第3條，一手交件，一手現金，不匯款，不賒賬，不接受，先付定金再說。東西交出去的同一秒，錢要進你手裡，沒有例外。任何一句我們流程不是這樣，都是紅燈。第4條，全程錄影。現在每個人的手機都能錄影，你把手機立起來，就說我年紀大了，記性不好，錄一下免得忘記。正派的業者不會介意，他們自己也怕糾紛。會介意的人，你就知道為什麼要介意了。還有一個小動作，很多人不知道，你可以帶一個人去，不用是懂行的人，隨便一個親戚、鄰居、老同事都可以，他只要坐在旁邊，什麼話都不用講。為什麼有用？因為這一整套流程靠的是把你單獨圍起來，然後在你耳邊講話，旁邊多一個人，他的話術就沒辦法全開，因為他不知道那個人懂多少。一個沉默的旁觀者比一份鑑定報告還有保護力。第5條，絕不先付任何費用，這是最硬的一條。鑑定費不付，展覽費不付，宣傳費不付，圖錄費不付，上拍手續費不付，保證金不付，見證費不付，一毛都不付。你把這條當成一道牆，不管對方說什麼，牆不會動，只要你不付第一筆，後面那一長串就全部消失。第6條也是最重要的一條，跟家人先講好一個規矩，不是等出事才講，是現在就講。你可以趁着吃飯的時候跟兒子女兒說一句，以後家裡任何東西要賣，任何人上門談錢，我一定先跟你講一聲，你也不要笑我。這句話有2個意思。第一個意思是給自己上一道保險，因為這套局最怕的就是有第2個人在場，他整套設計都建立在你先不要跟別人講這6個字上面，你只要多一個人知道，他就轉不動。第2個意思是講給孩子聽的，很多長輩不是不想講，是不敢講，因為過去只要一提到錢，孩子就皺眉頭，就說爸，你怎麼這麼好騙？被念過一次，第2次就不講了。第3次出事的時候，金額已經很大了，所以家人之間要先建立一個共識，長輩願意講，晚輩不要罵。這件事兩邊都要退一步。如果你身邊剛好沒有家人可以商量，也沒關係，你可以找一個固定的人，老鄰居、老同事、教會或者廟裡認識的朋友都可以，跟他約好，只要有人跟我談錢，我就打給你，不是要他幫你判斷，是要他當你的剎車。有時候你只是需要在按下決定之前，先講出來給另一個人聽。很多事情你自己講到一半，就會發現哪裡怪怪的。我最後補幾個數字，讓你知道為什麼我要特別對着你這個年紀的人講。同一份警政署的統計裡面，65歲以上的長輩被害的類型裡面，詐欺是最多的，占了 20.25%， 而且成長得很快。60到69歲这個年齡層，被害人數的增加幅度是 42.88%， 70歲以上是 43.62%， 整體的增加幅度是 34.49%。 你看出來了嗎？這2個年齡層都跑在整體前面，不是因為長輩變笨了，
是因為手法變準了。我再講一個案例，這個要講清楚，這是境外的案子，不是發生在台灣的。我完整轉述，只是要讓你看清楚那套邏輯有多細。2026年1月28日，對岸破獲了一個8人的集團。這個集團從2019年開始運作，前後好幾年。他們的做法是開一家假的收藏投資公司，公司設在高檔的辦公大樓裡面，地點好，裝潢好，看起來就很有分量。然後發傳單，送小禮品，辦免費講座，專門吸引年紀大的人進來。進來以後不急着談錢，他們會上門陪你聊天，1次、2次、3次，慢慢建立信任，最後挑出來下手的對象是誰？是有存款而且獨居的老人。你聽到這裡應該懂了，他們要的不是你笨，他們要的是你孤單。一個平常沒什麼人可以說話的人，突然有個年輕人每個禮拜來看你，聽你講以前的事，記得你不能吃太鹹。你告訴我，這種情況下要拒絕他，難不難？很難，真的很難。所以我要說一句可能有點重的話，防詐這件事，防的從來不只是騙術，防的是你家裡那份沒有人接的孤單。好，我把今天講的收一收。一枚放在抽屜裡30年的舊硬幣，本身是沒有危險的，它躺在那裡30年，沒有害過任何人。危險的是那個念頭一動，念頭一動，你就開始想知道它值多少錢。而只要你想知道，這個世界上就有人準備好要告訴你一個很好聽的答案。他會告訴你一個讓你心跳加快的價錢，他會拿出放大鏡，他會停頓5秒，他會叫你先不要跟別人講，然後他會跟你要第一筆錢。那一枚硬幣可能真的不值什麼錢，也可能真的很值錢，我不知道，我也不會替任何人判斷。但我知道一件事，它值多少錢，跟你要不要先付出去多少錢，是2件完全不相干的事。真正要買你東西的人，是把錢交到你手上，從你手上拿錢走的。不管他手續辦得多齊全，名片印得多漂亮，公司開在幾樓，他要的都不是你的硬幣，他要的是你抽屜裡的那個希望。下次門鈴響了，你先不要急着開，站在門後面，深呼吸一口，心裡默念一句就好。免費的看一看，通常是這一整件事裡面最貴的一句話。